國在新疆悄悄設了一個超級迷你縣。2026年3月26日，一則僅2行字的官方公告悄然改寫了中國版圖。新疆喀什地區岑林縣正式獲批設立。懂的人都知道，字越少市越大，面積頂2個上海，人口才6600人。為啥這麼偏的地方突然升級成縣？背後藏着大戰略。這個地方可不簡單，歷史上就是兵家必爭之地。19世紀90年代，清朝外藩砍去抵侵擾，因果染指，沙俄积雨，四方拉鋸了近40年。當年國力孱弱，列强环絲，我們硬是靠着周旋博弈，把这塊地死死守住了。聽起來沒有左宗棠抬棺出征那麼壯烈，但當年這裡要是丟了，今天的中巴邊界完全是另一個局面。更值得細評的是，在新設岑林縣之前，新疆還新設了2個縣：和安縣、和康縣，正好沿 G219 新藏公路分布，連成了一條線，形成了一道西部邊防屏障。岑林縣直面中巴方向，扼守國際通道與青藏門戶，兼顧安全與開放。和安縣、和康縣鎮守中印邊界西端，與昆崙山南麓覆蓋關鍵戍邊與資源通道，在這裡建置設縣本身就是一種威懾。關鍵時刻，這3個縣還能秒變重要的戰略支點，人力、物力等等，隨時可以空投到這道防線上。這裡不得不提到貫穿岑林縣的西部邊境最重要的戰略國防天路 G219， 它是中印邊界駐軍物資補給的生命線，也是京藏的一條生命線。以前新藏公路上的庫迪、螞蚱、黑卡這3個鬼門關路段，動不動就是塌方封路。現在通了隧道，駐邊部隊的補給時間從3天縮短到8個小時。從戰略上看，岑林縣設立也是國家14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的興邊富民、穩邊布邊的重要一環。對於邊境來說，發展就是最好的穩定。岑林縣是由原西河休鄉區域西直而成，而西河休鄉曾是葉城縣面積最大、位置最南、海拔最高的邊境鄉。問題是原來的葉城縣太大了，原來的西河休鄉也太大了，遠一點的村落去鄉政府、縣政府取着100-200公里，便民辦個證、看個病、翻山越嶺，來回一趟就是一整天。便民时代守在國門一線，如果連基本的公共服務都覆蓋不到，那興邊富民、穩邊固邊就無從談起。所以去年正式撤銷了西河休鄉，今年設立岑林縣，縣政府駐新華鎮，直屬喀什地區。撤銷設縣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升格，也不是多一條班子，而是把服務、資源、力量直接呈到邊境第一線，縣城就在家門口，服務半徑縮回來了，人的心也就穩了。為什麼偏偏是現在設立岑林縣呢？因為這是中國陸權戰略的第一次明牌。你看霍爾木茲海峽一封鎖，全球油價瘋漲，多少國家陷入了混亂。在海權隨時可能被卡脖子的今天，我們必須在西部打造一條不看別人臉色，完全握在自己手中的陸上大動脈。新疆就是陸權的核心，5口通八國，一路連歐亞，離海洋最遠的省份，正在變成湘西開放的橋梁。一個縣的設立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它背後是中國未來戰略中心轉移，從海權到陸權，從被動到主動，這盤棋你說有多大？你看大叔戴的這頂帽子，你看到了什麼？它不是一頂普通的帽子，它是柯爾克孜族傳承了千百年的白氈帽，是刻在民族骨子裡的驕傲。可這頂帽子上最亮眼的卻是那2個鮮紅的字——中國。這是在新疆大巴扎人來人往的街道上，他就這麼從容地走着，沒有一句口號，卻比任何宣言都更動人。目光所至皆是中國，這不是一句台詞，是這片土地上最真實的心聲。新疆的風吹過千年絲路，也吹過每一個熱愛這片土地的人。這頂帽子是傳統，是信仰，更是刻在骨子裡的認同與熱愛。大叔走在人群裡，走得坦蕩，走得堅定，這就是中國新疆。新疆發生了6級地震，位於新疆的阿图什阿合齐縣，網上流傳了一些房屋倒塌的視頻，是假的。這次地震截至目前沒有人員傷亡。有些人好奇，6級地震到底屬於什麼程度？是嚴重還是不嚴重？正常來講，6級地震屬於中強地震，這不算小。可不是6級地震本身不危險，但地震的破壞程度要結合震源深度、震中位置和當地的建築質量綜合判斷。新疆阿圖什屬於地震高發區，地處南天山地震帶西端和潘米爾湖地震帶，這裡發生地震的概率高很多，所以当地的建築都屬於抗震房，要符合一定的抗震標準。同時，地震的預警及時，群眾避險得當，所以沒有人員傷亡。大家平時也要多學習一些防護措施，常備一些應急物資。為什麼說看懂新疆電價就看懂了中國的未來？在新疆，居民用電不到4毛，工業用電甚至低到1-2毛一度。很多人只知道新疆大、新疆美、新疆棉花厲害，卻不知道新疆的電價才是它真正的戰略底牌。在沿海地區，工商業電價動不動5-6毛、7-8毛，而在新疆，大工業均價只要2毛多，低谷時間甚至低到1毛多。同樣開工廠、搞生產、跑算力，新疆的用電成本直接比東部少一半。為什麼新疆電價這麼便宜？
宜，因為這裡有全國最豐富的煤炭、最充足的風能、太陽能裝機量全國第一，發電量常年富裕，地廣人稀，資源富集，再加上國家戰略支持，天然就是全國電力成本窪池。但新疆的重要性遠不止電價便宜這麼簡單，它是西電東送的核心，每年上千億度電送往內地，支撐半個中國的用電保障。它是產業轉移的主戰場，電解鋁、多晶硅、新材料、新能源產業扎堆落地，靠的就是這無可替代的低成本優勢。它更是東數西算的關鍵節點，數據中心 AI 算力最吃電，而新疆就是全國最適合養算力的地方。地加電不是福利，是競爭力。它讓制造業吸錢有了底氣，讓國家能源安全有了壓藏史，讓双碳目標有了最強供给。從邊疆之地到能源心臟、產業高地、算力中心，新疆的價值藏在每一度便宜又穩定的電力。它不只是中國最大的省份，更是支撐中國未來發展的能源戰略重力。新疆最近可又被老外盯上了。现在的新疆和以前可大不一样。随着新疆旅游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新疆，看到了新疆的大美风光。可一群敏锐的人早就盯上了新疆，大量的国际资本早已经提前下注了。像希尔顿、万豪、洲际这些外资豪华酒店正在这里扎堆布局，而且实打实的真金白银，不会说谎。今年新疆计劃實施的重點投資項目高達500個，總投資額來到了3.47萬億。3.47萬億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新疆全年 GDP 的1.5倍。這筆錢砸下去，這個地方的格局是不是要徹底改寫了？再看一組數據，2024年新疆的人口淨流入全國第3，今年上半年新疆的民間投資額同比增長23.2%，新疆的民用機場數量到達了28個，位居全國第一。說實話，這種發展速度能讓我聯想到的，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廣東了。新疆這片中國陸地面積最大、交接鄰國最多、邊界線最長的省份，正在悄然崛起，重塑整個歐亞大陸的格局。如果說中國經濟曾經的高度要看沿海，那麼這未來的高度恐怕就要看新疆了。問題來了，全國有潛力的地區那麼多，為什麼這次偏偏跳出了新疆？新疆又是怎麼從一個邊陲之地變成了我們全力壓住的戰略紐帶？今天咱們就來講3點，一起看懂屬於中國新疆的極限未來。第一，地理反殺，從邊緣角落到歐亞十字路口。以前說起新疆，總覺得太遠了，海運時代它離東部沿海千里，基建薄弱，優勢根本發揮不出來。但現在不一樣了，馬六甲海峽、霍爾木茲海峽天天出狀況，海運成本漲，風險高，全世界都在找新的通道。這個時候大家才發現，新疆居然在歐亞大陸正中心，從上海發往德國的中歐班列1萬多公里路程，除了新疆就走了一半。以前的邊陲現在成了連接中國與中亞、歐洲的黃金咽喉，誰先站住誰贏。第二，資源炸場，藏在西北的超級能源銀行。新疆的資源說出來能嚇一跳，太陽能可開發量佔全國26.9%，全國第一；風能佔18%，全國第二；地下石油佔全國陸地22%，天然氣佔28%，煤炭更是佔了40%。放在以前，這些寶貝運不出去，用不起來。但現在特高壓電網能把新疆的風電光伏直接送到東部，油氣管道通到全國，就連最費電的 AI 算力中心都想往新疆搬。這裡電費低，能源足，工業成本直接降一大截。有了這張能源王牌，中國製造業的底氣更足了。第三，戰略開掛，一帶一路的核心玩家。現在全球貿易不好做，西方動不動就加關稅、搞制裁，世界急需新的玩法。而我們10年前就布局好了一帶一路大棋，新疆就是最關鍵的落子點。全球197個國家，150個都加入了一帶一路，和這些國家做生意得有一個中心口岸，新疆剛好合適。你看現在阿拉山口口岸開通115條班列到25個國家，霍爾果斯口岸80條線路輻射18個國家45個城市，中國西部和歐亞的貿易就靠新疆這扇門越開越大。這3.47萬億不是簡單修橋鋪路，而是中國打開歐亞市場的鑰匙。新疆不再是偏遠的風景，而是中國經濟的新引擎。未來10年它的發展只會更猛。你覺得新疆下一個爆發會是在哪個城市？評論區聊一聊。接下來的新疆是這樣的。哇，這新疆姑娘怎麼那麼像？是，哎呀，是，哎呀，哇！這道菜是我們新疆的一道美食。對，這就是我。這次我帶着新疆的海鮮飛越幾千公里來到北京參加央視的節目，希望在新的一年也給大家帶一點新鮮感。比如我們的大閘蟹，它吃的東西都是我們的紅棗、玉米還有南瓜這些，所以養殖出來的不管是大閘蟹、三文魚、
品質都是非常的好，口感是偏甜的。没错，咱们新疆这些离海最远的海洋牧场，还在向全国人民供给多样的水产和海鲜。所以呢，咱们现在中国餐桌靠着我们先进的農業科技，已經可以讓全球的優良物種來到我們的中國餐桌，來到我們的年夜飯上。中國人的餐桌已經鏈接起了更遼闊的山海，也孕育着更盛大的豐收。朋友們，新疆的海鮮是真不錯，有機會來新疆嘗嘗吧。最近大家對新疆的婚禮可能有一些誤解，其實我們新疆的婚禮所有人都是非常的開心，並且載歌載舞，我也好久沒跳舞了，給大家來一段。Gelinler dostlar oynaylı keçki maçetta kalmasın. Gelinler dostlar oynaylı keçki maçetta kalmasın. Kimli maylı kimde bulsa koyu birin oynasın. Kimli maylı kimde bulsa koyu birin oynasın. O yanıya taşlap oynasın, bu yanıya taşlap oynasın.